位同学大家好，那我是成功大学电机系李顺义，那欢迎大家再来观赏我们这个摩克斯的内容。那在这一次摩克斯的内容里面，我们主要想要跟大家介绍智慧听诊器。那我们主要分成2个单元哦，在第一个单元我们跟大家介绍我们的动机，还有这个系统。然后在第2个单元，我们就会跟大家介绍这个电路设计，还有量测的结果，还有一些这个 demo 的影片提供给各位观赏。那首先的话呢，就是说在整个摩克斯的这个内容里面呢，我们主要就是会告诉大家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想法，还有它应用的这个场域。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跟大家介绍我们的系统不管从硬体的结构到手机的 APP，到网页云端的这个健康照顾的应用，都会在这边跟大家做介绍。那第3部分的话呢，就是电路的实现的方式，我们怎么用这个采用晶片系统的方式，把它做得很微小，能够跟我们的这个载具啊，比如说听筒啊，或者就跟我们的贴片啊做结合，那提供给病人一些这个检测这样。那最后的话呢，我们有一些量测结果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在这个实验室所开发的这个成果来跟大家做分享。那最后的话会给大家一个结论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做出来的这些结果，还有一些探讨。那首先的话，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其实你从这个我们右手边这边的那个图上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在2010年，心血管疾病是占了全世界的一大死因了。即使经过了6年，到了2016年，它一样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死因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一直伴随着人类，那造成很多的这个医疗照顾的的开销啦，还有造成很多人的这个因为心血管疾病的死亡，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预防重于治疗。那平常就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健康照顾的一些建议啦，还有一些提供一些solution 让大家可以在这边做使用。那什么叫这个 PCG 就是心音什么叫心音？心音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心脏的在脉动的时候血液的这个流向，那基本上你会有听到收缩压、舒张压这样的一个声音。那在这边的话呢你就会看到这个第一个心音 S1， 还有第2个心音 S2。那不过呢，就是说过去的这个医生遇到的问题就是说或者一般民众，那我们不知道说那哪里是 S1， 哪里是 S2， 这2个点到底谁先发生，谁慢发生？那从耳朵去听的话，也不容易能够去辨别出来。那这是目前我们就是在医院发生的这些问题。那这个就符合我们这一次在做这个摩克斯，我们希望从 problem base 这边来提供一些这个 solution，那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呢，还有第2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心脏在跳动的时候呢，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知道说收缩压在哪里很准确的也能够知道说舒张压在哪里这个通常也没办法做这样的一个及时的判读。那另外就是说，假设你今天有心杂音的时候呢，那我们也不知道说这个心杂音是落在这个心房，还是落在心室，还是在窦房结附近还是3间半、2间半的附近。所以呢不知道落在哪一个地方其实就没办法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诊断。那另外的话呢，在这个医院里面的话，通常这个心脏医师在教导这个医生的时候，常常在讲说这个啵啵或者啵啵，那不知道到底是啵啵还是啵啵，每次对这个医学士的学生有时候都会有鸡同鸭讲，不太容易去表达。也就是说，听声音的话呢，会比我们视觉化的这样的一个显示还来得不容易去辨别。所以就是说，我们想要把这个听声音这件事情，提供视觉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这就是我们这个研究智慧听诊器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初衷。所以呢，我们就是说，以目前来讲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通常要有很资深的心脏科的医师他经过了多年的训练，他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声音听起来是这个 S1 这个声音的话是 S2 这2个声音是不太一样。
哦，那如果有新杂音的时候，可以知道说哦，到底是在 S1 之前还是 S2 之前哦，甚至 S2 之后这样子。所以呢，可是要做这样的养成，实在花的时间很长。那我们就在想说，有没有机会可以让一般的这个医生没有经验的医生也好，或者家庭科医师哦，他们在第一个在把关在判读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你可能是在哪里出了问题。那这样也可以提供一些参考，让他到这个心脏科去做诊断的时候呢，提供这样的一个诊断结果哦，那可以提高他的这个诊断的效率。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发想了哈。所以我们想要就是说，如果我要知道说 S1、S2 落在哪里，那我应该要去跟心率去做结合，那提供一个视觉化的一个显示。所以呢，我们就是打算就是说，那我们就是心音量测跟心率同时做量测，那把它同步显示在这个手机上面。好，或者把这个资料可以送到云端，进一步做一些这个心血管疾病啊、心脏疾病的这一些分析跟辨识，那提供给病人更多的这个服务，也提供给医生更多的这个参考。所以呢，这是我们所开发的这个手机的 APP。好，那在这 APP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心音跟心率基本上可以同步的显示。所以呢，这个 S1 就发生在这个 PQRST 的这个波峰上面。所以就是说，我们知道说，这样的第一个心音它的弱点是在哪里？那第二个发生的这个振幅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它是 S2 这样子。那万一这中间如果有一些这个杂音的发生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很快的去做诊断。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整个心音上面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可以了解，就是整个血液在心脏里面流通的这种状况。好，那基本上在诊断时候，主要有会看这个4个区域。好，那第一个的话呢，主要是在我们右胸的地方，大概第2个肋骨跟第3个肋骨的这个中间。好，那再来在我们左胸的地方也是那个第2个肋骨跟第3个肋骨的中间。那第3个位置的话就在第4跟第5。第4个的话在第4跟第5的肋骨中间。那从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在不同心脏的位置去听到这个心音的话，万一有杂音，我们就知道说，它落在哪一个位置，而且是为了什么，在哪一段的这个时间，去发生了这个心杂音。那医生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诊断。所以呢，整个心音它的流动要了解它，要去做诊断，我们要了解它整个这个流动的这个方式。那首先呢，大概就是第一个是要从这个血液进来的时候经过的这个三尖瓣，那再经过到我们的这个肺部的这个呼吸，那最后再进到我们的这个2尖瓣。那最后再回归到我们3尖瓣，那造成整个这个循环。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心率上面可以看到 PQRST 啦、P 波啦、T 波等等。那在这个心音上面的话，我们会看到 S1、S2， 甚至可以到 S3、S4 这几个这个心音的这个节点。那从这里面的话呢，如果有发生这个心杂音的时候呢，那我们马上可以做诊断。所以因为这样的构想，所以我们就打算要开发这个系统。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介绍整个系统的一个架构。那在这个系统里面，最主要的是类比前端的检测。那因为这个频率非常低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高解析度的一个类比数位总按器。那而且需要一个这个 Chopper 的技术。去把我们的这个讯号拉到高频，避免去跟我们电路本身的这些低频杂讯去做混合，那造成这个讯号无法这个解析出来。所以通常呢，在输入端我们会有一个 Chopper 的技术，就是打叉叉的这个部分。那另外会再把讯号做放大，那再经过一个很特殊的类比数位转换器，我们叫一个 High Pass 的 Sigma Delta Modulator。那这个出来的这个讯号的话呢，那我们再送到数位讯号处理器去做这个降频，甚至有做一些这个讯号的调变、解调变。另外呢，再把讯号经过这个通信协定的这个规划，
好，那我们目前是采用 UR 的这个界面，好，那再把个讯号送到蓝牙的无线传输上面，那发送到我们的手机上面。所以在最重要的是前面的这个类比前端，哦，它要提供非常高解析度还有低功耗的设计。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呢，那我就是心音也透过这样的处理，那心率也透过这样的处理，哦，那两个通道进来的时候呢，再经过我们数位讯号处理器，那把这样的一个整个系统用基体电路来完成，那再透过 UR 的界面传到我们手机上面的蓝牙。那蓝牙传到我们手机上的时候呢，我们手机上面就可以提供一个使用者的界面呐，甚至做一个比较这个边缘运算的人工智慧的一些分析啦、辨识啦，能够提供即时的这个回馈，那甚至可以把讯号透过3G、4G 或者 WiFi 啦传到云端，那可以进一步做一个大数据的这个储存啊，甚至分析啦，那提供健康照顾的整个系统。所以呢，在这里面的话呢，最重要还是在我们贴身端，所需要的基体电路的设计。那在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有4个方块。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心力的截取主要是一个仪表放大器，一个电容式的一个仪表放大器。那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要取这个心音的话，一般来讲麦克风都是电流式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电流的变化转成电压，所以我们前端需要一个转组的一个放大器。那我们经过类比数位转换器处理完了以后呢，那需要一个非常高解析度的类比数位转换器。那通常我们需要一个 Sigma Delta Modulator 这样的一个技术。那在这边很特别的话，我们是用一个 High Pass 的 Sigma Delta Modulator。那主要就是说我的声音还有我的心音进来的时候是已经调到高频，所以我们要在高频上面去做处理。那最后一块的话，再经过这个数位讯号处理，去把这个资料把它编排啦，把它进行解调变，那甚至去进行这个通讯协定的分布。那从这个界面，通讯协定的界面再传输到我们蓝牙上面，那进行这个无线传输。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构想，那还有这样的一个医学的尝试，那我们也录制了一个影片来提供给大家这个观赏。好，那接下来就是让大家观赏我们的影片。Hello, everyone. I am Dr. Chen. The following is the introduction of 4 auscultation locations. First, the auscultation will start at the second right and left intercostal space. The right side is aortic valve area, and the left side is pulmonic valve area. And here, the 4th to 5th left intercostal space is the tricuspid valve area. At the end, below the nipple, about the 4th to 5th left intercostal space, is the mitral valve area. Now, I am going to demo how to use a traditional stethoscope for auscultation. First, listen to the aortic valve area. Second, the pulmonic valve area. Then, the tricuspid valve area. Last, the mitral area. The above is a simple flow for using traditional stethoscope for auscultation. Now, I am going to demo how to use the proposed intelligent stethoscope. This intelligent stethoscope combines the ECG measurement. So, it is necessary to attach the ECG patch before we start auscultation. The ECG patch will measure human's ECG signal, which will help to define heart sounds pattern more precisely. When the ECG signal becomes steady, we can start to measure the heart sound. Same as traditional one. First, listen to the aortic valve area.
Second, listen to the pulmonic valve area. Third, listen to the tricuspid valve area. At the end, listen to the mitral valve area. And the above is a complete flow of using this intelligent stethoscope.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one, this intelligent stethoscope can help doctors to diagnose easily. Due to the simultaneous ECG measurement, doctors can identify S1 and S2 more easily according to the visualized signal. It is expected to help doctors to diagnose, medical students to learn heart sound pattern, and even more, realize the telemedicine in the future. The above is a simple demonstration of this intelligent stethoscope. Thank you. 好，那谢谢大家来观赏我们这一支这个摩克斯的影片。那我们这个第一个单元就到此为止。那下一个单元我们将会针对智慧听器跟大家介绍这个电路的设计，还有量测的结果，还有晶片系统的相关技术。那谢谢大家。